哎，这怎么有2个新娘啊？是啊，到底谁是今天的新娘？顾青言，你要纳妾。不，程儿是正妻，你的花轿只能从侧门进。为什么？程儿乃是礼部尚书独女，以你的身份，只能做妾。我叫冷初宁，是长居山下的诡异关门弟子。那天顾青言受了重伤，跌落悬崖，我救下了他。之后我们相爱了，他承诺我会以正妻之礼迎我过门。如今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救命之恩的吗？你虽救了我，可也不能太贪心。让你进门已经是王府的恩典。这顾二少爷真是过河拆桥啊！人家可是救了他的命啊！就是顾二少爷背信弃义，这人品，即便是嫁了也非良配啊！天南地北，你既已忘记自己的承诺，那我们以后就各走各路。你今日一身嫁衣来我府上，你哪儿还有什么路？乖乖入了府，我日后不会亏待你，可别得寸进尺。谁说我今日是来嫁你的？我是来嫁给顾家大少爷顾承玉的。你要嫁给那个傻子？你要嫁给那个傻子？顾家嫡长子顾承玉少年将才，可惜与离国那场大战中伤了脑袋，变成了一个痴儿。景阳王夫妇在京城四处寻找适龄姑娘为他冲喜，可无一家姑娘愿意嫁给他呀。顾承玉将军英勇神武，我仰慕许久，愿嫁他为妻。我今天娶亲娘子了！你要想清楚，他可是个傻子。青言，住口！姑娘愿意嫁给承玉，是我们家天大的福分。父亲、母亲，今日是儿子的大喜之日，大哥的婚事不如改日再办。你怎能如此不懂事？你大哥的婚事最重要，你的暂且往后放放。老夫人，一时之间，这大少爷的婚服来不及赶制啊。我看二少爷和顾将军身形相似，这不是现成的婚服。冷初宁，我再问你一遍，真的宁可嫁给一个傻子也不和我在一起吗？从你撕毁承诺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已经不再和你有任何干系。从你撕毁承诺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已经不再和你有任何干系了。穿越千年的轮回，依然不曾忘记谁。初见你，宁儿，回家之后我会禀明父母，八抬大轿迎你过门。仪式不重要，我只要你对我的爱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们一生一世一生人。我今天娶漂亮的新娘子了！按照我朝一致，这兄弟俩若是同日成婚，成了喜中喜，这顾二少爷得100天之后才能成亲了。听说这小叔子还得给新嫂子奉茶，贺词祝福哥嫂呢。这下有好戏看喽！请吧，嫂子等着你的茶，小叔子。冷初宁，你会后悔的。这个傻子他连洞房都不会，你不会有幸福的。难道你下半辈子要一直守活寡吗？你给我放尊重点，你就是这么祝福你的大哥大嫂的吗？我叫冷初宁，为了报复大婚当日侮辱我的顾青言，我选择嫁给他的傻子大哥顾承玉，摇身一变成了那个负心汉的大嫂。啊，娘子，你好漂亮啊！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子。啊，这个傻子要干嘛？不会还懂那种事吧？娘子，我拿这个去地上睡。你怎么？夫子教导过我们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要重视女子贞洁。你忽然嫁给我，我们应当先培养感情的。既然嫁给了你，我就会对你负责，我会尽力治好你的。谢谢娘子。顾承玉就算是傻了，也如此尊重我，比那个忘恩负义的渣男强上100倍。冷初宁，昨晚的洞房花烛夜可还满意呀？不劳小叔子费心，我和夫君很是恩爱。哼，这么嘴硬啊！你若是现在承认你自己后悔了，我还可以发善心，把你收入房中做个贵妾，让你还做我的女人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为了你放弃世子正妻的身份，去做你这王府庶子的一个小妾？你真的觉得自己有那么大的魅力吗？你可别后悔！娘子，这肉不洗了。乖乖听话，病才能好。
太大了，太大了，不行，我要出来。少爷，您再忍忍吧，这可是少夫人精心为您准备的药浴。我陪着世子爷，你们都下去吧。他是谁？喂，我的小傻子夫君，你怎么了？原来是我的女人，不如先继续扮傻子，试探下这个女人。我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怎么也进来了？哎呀，你是我夫君，我是女娘子，有什么不能一起泡的？乖乖泡着，必然能好得快。你这小傻子还会害羞上了？这个女人居然这么大的勾引我！喂，别站在那儿呀，过来帮我。哦，没想到这个女人如此不知廉耻。愿只愿飘飘飘摇，几何却久久变知晓。哎呀，你真笨，不要你帮我了，你拿着你的枕头去睡吧。月来相照。世子爷，都查清楚了，世子妃身世清白，只因为被二少爷欺骗，才迫不得已为您冲喜嫁给您。有意思。青阳哥哥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娶我呀？再等等，青阳哥哥，你不会是爱上了那个冷初宁了吧？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一个乡野村妇？只是看不惯她那么水性杨花罢了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看青阳哥哥慌张的样子，一定是爱上了他。冷初宁，别想和我抢。去找几个人收拾一下那个小贱人。是。头好晕，身上好热，怎么回事？你就是嫁给傻子的那个小美人吧？你是谁？臭傻子不懂得怜香惜玉，今天就让哥哥来疼疼你。放开我！真是好大头的，敢动我的女人！我好热，救救我！这是重要的，请我去帮你。求你帮帮我！招惹了我，可就得负责。方才经过世子妃门口，听到男女之间不堪入耳的声音。世子此时分明在万寿寺祈福，没想到世子妃竟然如此胆大。是谁胆大包天，敢与世子妃私通？谁允许你们闯进我的房间的？初宁，你当初在我面前装清高，想到竟然是这么不知廉耻的女人！你这么不检点，王府是留不得你这样的媳妇了。来人，把她拖下去，进猪笼！我看谁敢动我的女人！我看谁敢动我的女人！把这个奸妇也抓起来！我看谁敢！对不起，娘子，吓到你了吧？是为夫大错。我的好玉儿，你痊愈了，真是太好了！宁儿真是我们家的福星。你竟然痊愈了！奸夫怎么变成了你？怎么听起来你们希望我一直吃着？没有，大哥，你们平时就是这样欺辱你大嫂的。不，大哥，我只是怕这女人给你戴了绿帽子。那现在你的狗眼可看清楚了，还不快滚！是。来人，把这个污蔑王妃的毒妇发配大西北去做军妓。不要！世子爷，我错了，饶过我这一次吧！欺负我的女人，应该知道后果。你是什么时候好的？娘子医术高超，回复早就好了。当初嫁给你实乃权宜之计，既然顾将军痊愈了，那我们和离吧。当初嫁给你实乃权宜之计，既然顾将军痊愈了，那我们和离吧。我不同意，你与当初痴傻的我成婚，又治好了我，你的精心照料我都记得，还有那一晚你轻薄了我，你得负责。咱俩到底谁吃亏啊？我不管，宁儿必须得负责。他眼中闪穿岁月空，世子爷想清楚，我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小医女，比不得和你般配的京中贵女，连你那庶弟都看不起我的身份。但是他有眼无珠，错过了这世间最美好的女子。不过也要谢谢他，没有他的成全，我不可能有机会结识。
宁儿，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？你是真的喜欢我吗？是，我只想和你度过我的后半生。可你痊愈了，以你的身份和地位，京中贵女必然都饿狼般的扑上来。我不想接受一个三妻四妾的夫君，我只要一生一世一生人。所以，你还喜欢这样的我吗？宁儿，你看，这世界的女子就如星星一样多，可我只要你一个。我愿意和你试一试。他眼中山川岁月空，之后的日子里，如我所料，京中数不尽的贵女都来抢着提亲，哪怕是做顾城玉的小妾，她果断地拒绝了一个又一个。大家都说世子找到了真爱，我也渐渐地对他产生依赖，把他当做命中注定的那个人，直到那个曾经和他称兄道弟的汉子茶出现。听说了吗？世子的发小余英将军被赐婚给新科状元了，因不想嫁了，找咱们世子帮他求情呢。哪是什么发小呀？明明余英将军从小就暗恋咱们世子爷呢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只有世子不知道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。帮我求求陛下，我根本不想嫁给那个什么状元，如果可以，我愿意一辈子带兵打仗，永不嫁人。好，我帮你求情。玉哥哥，我胸口好痛。顾城玉，不要抱他！云，你醒醒！让开不中岁月儿，岁月圈圈之缄默。你觉得你配得上我玉哥哥吗？你什么意思？玉哥哥对你只是一时新鲜而已，我们相处多年，我最清楚他喜欢什么样的女人。你别以为你能永远占据玉哥哥的心。说完了吗？我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，你休想破坏。你觉得我们两个之间，玉哥哥会选谁？灵儿，玉英，灵儿，玉英，玉哥哥别管我，先救姐姐吧，我还能坚持得住。宁儿，玉英都不会甩，所以别说了，如果你真的喜欢他，我可以离开，成全你们。所以我在你心里是无足轻重的存在。姐姐，你误会了，我和玉哥哥之间是清白的，我只把他当成亲哥哥。玉哥哥从小就是这样照顾我的，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。你没事吧？你别在这装模作样了，刚才明明是你推我入水。你若不愿意陛下的赐婚，自可以去寻找你的良人。破坏别人的感情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宁儿，玉英不是你说的那种人。姐姐，我真的没有。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你怎么可以不相信哥哥？你不要误会他好不好？看来我说错了，比起带兵，你还是更会演戏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还真是变得戏台上的花旦一般，挑拨离间，更是一把好手。够了，宁儿别再说了，我就是没有先救你，你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？你真让我失望。行，我们走。可这爱都滂沱，风月如何会与我？好吧，这样的爹爹你想要吗？反正娘是不想要他了。施舍是否被人遗？我曾遇到2个男人，他们都说此生唯爱我一人，可最终他们却一个个背弃我。一个嫌我身份低微，只想让我做小妾；一个摇摆不定，滥情如女。我不愿意让他们继续伤害我，所以我决定带球跑路。世子爷，不好了！世子妃留下一封和离书，走了。顾将军，与你成亲实属当时的情急之举。如今你的身体康健，算是我已经偿还了对你的亏欠。不合适的姻缘，还是不要勉强的好。你我2人有缘无分，祝你和余英幸福久久。快去找，把全城翻过来，要把世子妃找到。宁儿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那样说你，都是我的错。夫君，这是我为你缝制的新战袍，你看好看不好看？夫君，这是我特地为你酿制的桃花酒，好不好喝？夫君，夫君，夫君。宁儿，我不求你原谅，只求你不要我的生命。什么？冷春宁和他和离了？是，马上派所有人都去找。既然离开了顾城玉，那你就只能是我的女人。
哎，快看，那是大名鼎鼎的诡异嫡传弟子冷神医。传说他一手绝技3寸金芒针，能使枯骨生肉，濒死之人都能救活呀。可不是，如今让他诊脉，可是千金难求呢。哎，看那边，听说余英将军刚封了郡主，正在扔铜锤招亲呢。据说若是有人凭胆识和能力接住，就直接入将军府封爵。走走走，快去看看。哥哥，你看糖葫芦。小朋友，你没事吧？想不到能接住铜锤的竟是个乞丐。铜锤还我，做我的夫君，你还不配。就是啊，这个臭乞丐怎么好意思接郡主的铜锤？真是看不清自己的身份。别说是郡主，就是个继子，也不会嫁给这种穷乞丐呀。别以为自己有点力气，就想癞蛤蟆吃天鹅肉。你想攀上将军府，下辈子。杨七，是那个好心的叔叔救了妹妹。你真的不嫁？哼，你别痴心妄想了。他不嫁，我嫁。他不嫁，我嫁。多谢先生救了我的女儿，我愿意嫁给先生。快看，是冷神医，大名鼎鼎的冷神医，竟然要嫁给这个乞丐？难道他有另外的身份？你看，那余英郡主刚才那么侮辱人家，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，也活该她当大龄剩女。难道她真有什么隐藏身份？既然是我的招亲大会，岂容得你在这里放肆撒野，抢我的夫君？郡主的记忆未免也太差了，刚刚分明是你自己说的不嫁，为何现在说什么你的夫君？带着2个拖油瓶的残花败类，还想跟我抢男人？喂，小乞丐，我现在愿意嫁给你，和我走吧。我慕容颜不会要你这种拜高踩低的女人。我现在想娶的是这位姑，只是不知姑娘会不会嫌弃我。他说他叫慕容颜，那他岂不是魏国太子啊？我选中的人，我自然不会嫌弃，我愿意嫁给你。不可以！不可以！宁儿，是我错把榆木当珍珠，没想到苏边城是那种心思歹毒的人，我的心里始终放不下你。你嫁给我大哥也不是真心的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，我愿意娶你为正妻，从今往后绝不辜负你。宁儿，你当时真的误会我了，我和余英什么都没有。你看他今日这不是在逼我招亲吗？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在你面前和其他女人纠缠不清。我求你回到我身边，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开心的生活，好吗？你们说完了吗？既然宁儿已经离开了你们，就证明你们曾经真的狠狠地伤害了她。你们现在还有脸来求原谅吗？她已经答应了做我的女人，你们还是滚得远点儿。说的没错，以前那些事我早已放下，于我而言只是不值一提的旧事而已。你们现在是不是后悔，已经对我不重要了？好吧，我们走。那2个孩子是宁儿的。你现在胳膊上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那日答应嫁给你，只是为了解决你的窘境，我没有再婚的打算，所以你可以走了。当时我中了毒箭之伤，幸而遇到了你，是你治好了我。没有你，我可能早就死了。我已经爱上你了。现在萌萌瑞瑞都把我当爹爹，我不想离开你们。对不起，我一直只把你当做我的病人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嫁给你。你若非要留下来，我也不能给你名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，直到你愿意接受我。杨七，救了妹妹的叔叔是我们的爹爹吗？其实你们的爹爹已经……当然，我就是你们的爹爹。太好了，我们有爹爹了。那你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吗？那萌萌瑞瑞希望爹爹离开吗？不要爹爹离开，我喜欢爹爹，我要和爹爹永远在一起。瑞瑞呢？瑞瑞也喜欢爹爹。好，爹爹永远不会离开萌萌瑞瑞，会永远守护你们和你们娘亲的。竟然有人上赶着当后殿，不管他什么目的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我是不会再相信男人了。萌萌和瑞瑞他们今年几岁了？是不是我的孩子？你当年离开我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怀孕了？你别痴心妄想了，萌萌和瑞瑞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孩子是别人的。就算是别人的，我也愿意接受。
我会把他们俩当做自己的孩子抚养的。想想我们之前的幸福时光，让我们回到从前好吗？大哥何必强人所难？宁儿都已经将和离书给你了，你还纠缠不放，有什么意思？宁儿，我愿意带着2个孩子离开这里，我们一家4口去一个世外桃源，隐居山林。够了，你们2个我谁都不要，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养，我有医术能赚钱，不需要男人也可以活得很好。请你们2个以后离我远一点，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了。可孩子需要父亲，你一个人是没办法给他父爱的。谁说孩子没有父亲？我就是他们的父亲。没错，爹爹对我们最好了。谁对娘亲好，谁就是我们的爹爹。要是爹爹对娘亲不好，我们就不要爹爹了。娘亲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。宝宝们说的没错，娘子，跟我回家吃饭。看着一天累了吧，为父抱你回家。他眼中山川岁月空，他一笑无痛亦无忧。要等谁？身为太子，就一直跟着我们，不回魏国了吗？我早已修书回国告诉父王了，这太子我不做了，魏国我也不回了，直到你什么时候愿意给我一个名分。感情上我已经不想再尝试了，你也许等来的是一场空。你值得我等，哪怕是一辈子。在之后的2年里，慕容岩寸步不离的守护在我和2个孩子身边。起初，顾承玉和顾清言还是3番2次过来纠缠我，但最终都能被慕容岩加倍的秀恩爱气跑。只是远远的看着我们4个自得的幸福。孩子们很喜欢慕容岩，对他产生了依赖，所以我默认让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。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间，我会接受他，可那不代表我会完全依赖他。我不想和以前一样，对感情那么全身心的投入，甚至失去了自己。现在的我，只要当下。